杨氏太极拳之 1.16 十字手第一趟的完结动作。严重警告：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已经到了太极拳第一段的尾端，希望您有看出，这趟拳要表达的拳理。由于太极拳不同于硬拳，所以不是这一招怎么用，而是因应前后动态关系而有所不同。同样的，十字手与如风四臂也有着连带关系。假如不从前面一招看，往往会觉得根本用不出来。虽然我不断的在说明，但是一些人还是只看动作，跳过解说，这种就属于无缘的人。十字手单看动作很简单，搞不清楚怎么用，但是却是一个借力的摔法。这个延续如风四臂的推，当对手抗住推不动，这时就要反向借用对手往前的力量。此时迅速下蹲，右手踩住对手的手，转身往右侧拉，左手往对手的裆部穿过，往上抬。这就是摔跤的穿裆摔，只是摔跤，人蹲下冲过去，这个是蹲下等着人过来。对，这是很漂亮。当然的，这要不断的练习。由于我们这里都有年纪，不适合做，也没场地，所以也就没练习，做起来就不是很顺畅。所以麻烦请将就着看。当然也不见得要将人扛起，掌握好时间姿势，您的身体就不会承受对手的身体重量。若真的要扛人，个人建议，这时马步要修正，屁股要往后翘，这样才能支撑，如举重及摔跤的马步。当然的，也不一定要穿扛，掌握好时间，踩住对手的手，往右往下拉，对手势必要进脚，只要挡住对手前脚的去路，或者将平衡脚往上抬，对手也是必摔。对，好。很漂亮。再来说明后面的动作，好像在捞什么东西的这个动作，这个也是有作用的。承前面的动作，若未掌握好，没摔到对手，对手刚好冲往我的前方，这时这个动作的用处就来了。迅速地把手伸到对手膝盖的后方，往自己的方向往上，捞起对手的脚，同时用头或肩顶对方，则对方必摔。有没有发觉，都是借用对手的动态，或是对手不平衡时，这些都非常省力。不过，这个都是很精细的动态，需常练习。到了这里，不知道您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？十字手前面这个段落根本属于如风四臂。最后就是十字手最后的动作，真正双手合成十字在胸前。我们在学的时候有特别说明，十字手这个形状的手法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其实就是要擒拿，也就是擒拿接手的动作。
后会左手对左手，右手。虽然有时感觉这个动作有点麻烦，两手去换别人一手，而且要搞清楚左右手前后急转的情形。但是既然以前我们学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教这个，我们也就跟着，不要把教材给丢了。抱歉，依稀记得有一些细节转换被我忘记，尚未补回，特别说明一下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觉得不错的话，除了订阅、按赞之外，亦欢迎分享，让大家知道这套太极拳。假如想要查看其他影片，可以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进入频道页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请点击此处。这是第一趟的收式，您可以在这里结束。一样的，目光维持在2手掌距离之内。没有特殊的感觉的话，就调息数次，静静放下手，站立到感觉平缓就可以活动。假如有气感，不是中医针灸得气的感觉，有了自己会知道。假如是中医针灸所说的酸麻，您反而要检视您动作是否有问题。初期只要打了这一趟太极拳，就容易感觉舒畅，其实就是得气了。为何是这一趟？答案很简单，气走禅师。若抱回十字手时，胸口有气的感觉，请将手要缓慢放下时，将感觉散于四肢，能达手心、脚心是最好。同时感觉平缓才可以活动，此时口还是闭着，同时舌顶上颚。当然的还有方法，但特别强调一下，气感假如依现代脑科学，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脑部制造出来的，所以可能对身体相关位置产生作用，通常是所在位置充血，或者产生其他生理反应。所以我们以前就会被警告，意念放上丹田眉心就会有脑溢血的风险，放中丹田膻中会有胃疾的风险，放下丹田会有肠疾的风险。希望您知道相关的风险性。我想很多人应该常听到最多的是脑溢血，而我自己也曾经为了追求气而出大问题。反而我们以前学的将气散掉，反而会一天比一天觉得气足。当然的，这股气收到下丹田也好像没事，不过通常最后还会再做揉腹的动作。所以气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都不妨碍您的太极拳功力。为何到感觉平缓才动？其实有经验的就知道，在这个状况下，您的身体就会无比的顺畅，而且这股顺畅会一直持续，慢慢消失。不过通常一开口就会消失。也就是这样，打完太极拳会有一段时间不想说话。以上为个人感受，或许跟一些人相左，工作参考。